清爽带感，活力拉满。本节目由气场全开的纯水乐苏打气泡水联合冠名播出。加入芒果 TV 会员，抢先看初入职场机长季、尊享初入职场机长季飞游记等超多精彩内容。打开应用商店，搜索下载数字文博 APP 山海，和文物多见一面。没事没事，开心上班呀。你不问我一下去哪？仔仔，今天去哪呀？羊仔。羊仔。还有最后一次考试了就。然后我们就要时光啊，没关系，想考试的话，以后我每次见面都考你一下。没事，仁哥回去还要考试。我回去还有个大考，考机长。最后一次考什么呀？不知道，完全没说。既然是终极考核，那如果要过4次的话，把所有的全考一遍。好呀，好呀。考什么都能应战。来，考你几个。这是什么转子？名字 N1、N2、N2，对。然后我们引气来源是第几级？第5级和第9级。什么时候才用到第9级？引气需求高的时候啊。错。也不专业说。你要秀我。就是低压引气不满足需求时。那不就是需求高的时候吗？哎，你不感觉咱们其实最后一次考核应该考师姐他们吗？对，反考一下，你不能总考咱也应该考他们一次吗？下次，下次是哪次？还哪有下次啊？让他们烤个串吧。哎，真的。看看手册吧。强制报告点，要求报告点。耶！新的一天，有点快要舍不得的感觉。我都已经努力不提这件事情。哎呀，就3个人略显空旷。那我们讲话不都得大点声。你在干嘛？我想动一动，因为好久没来这儿了，我得是啊，都有点想念你。对啊，我也想念你，想念大家。而且韩教也很。哎，那大家上一次的话，比分啊，什么飞行值怎么说的那个？对，我们还是想给你汇报一下，因为就是汇报就算了，我只是说我想跟您汇报，你需要像空姐一样就是这样。你好，我来给您汇报一下。说吧。我们上次所有人都过线了，都过800分了。对。陈龙862分，哇！陈玉婷826分，秀824分，任哥823分，哇！唯一没过的就是咱们的小岳阳。哎呀，他没办法，他受伤了嘛，对，没办法。然后你看，现在所有飞机全在那个线后面。今天很开心的是听到了所有人都过了考核800分，对，因为他们开心，因为我们之前那几期的时候都是从400多呀、500多，我其实还很担心的。走。
就是我呀！哎，志林哥，有始有终啊，志林哥。哎，辛苦了，真的。请坐，请坐，志林哥，从头到尾都有你。有始有终，较劲了吧？对，对不对？整个大较劲。还好我的玉婷还是不错的。我选玉婷，她是女生嘛，然后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而且就是万中无一嘛。哇，玉婷好争气。Yeah， 女中豪杰。而且我们节目不是已经播了吗？大家其实对玉婷的评价都很高。没错，都很喜欢女机长啊，就是都说玉婷特别厉害，然后又是法医啊，又是各种东西学的特别多，然后都做得很好，真的很厉害。她的时间规划很强的。这是一个耳目一新的感觉。Hello， 早安，早上好，早，哎，小婷，你坐哪里的？我坐。我们干嘛握什么？隆重。好，各位，那么大家也知道，韩教员已经给大家准备了一些礼物。到底是什么？这一季的节目已经快临近尾声了嘛，我们要进行一个总结。哦，准备的就是夏航的股份。不是。哎呀，这个我觉得这个我没有，我这个可以。客气了，那我就勉强的接受一下吧。没有，准备的呢是什么？荣誉证书。哇，永远 VIP，终身白金卡是不是？以后做夏航啊，只做夏航。没来完呢啊！你真会来啊！来的点对了，终于赶上。这是对于这一季呢在座的各位的一些总结也好，夸赞。对，我们就随机抽，然后抽到谁的咱们就互相念谁。好的。那怎么好意思？志林哥，你的奖是挺你到底奖。哇，挺你到底奖不错耶。其实也是有始有终嘛，因为第一期也是志林哥来。是的，叫齐，你的是职场3季元老功勋奖。哇，3季元老这个名字感觉我已经要退休了。自信。感谢。郭俊辰被评为诚心诚意奖，王敬轩被评为职场最强嘴替奖，叶英姐被评为职场最强辅助 Queen 奖 ，Queen 给你最强 Queen 奖，哎，好呀！我们也收好了这份荣誉证书，然后在这里感谢我们的青春飞行团，感谢韩教员，感谢对我们的认可。我们更多的其实是要感谢他们，通过这一整季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获得了很多飞行的知识和飞行相关的知识。就像昨天我们在下飞机的时候也说，现在坐飞机比之前心里更踏实。对的，没错。哇 ，Hello 早啊！教练，哇 ，Hello 早啊，王哥 ，Hello， 机长，哇，志林哥，谢谢你给我们的，谢谢你给我们的奖。看来大家都已经收到我们这个奖状了。谢谢。不是嘛，已经收到了。因为我们青春飞行团的考核已经接近尾声了，所以也特别想感谢我们飞友团在这段时间来全心全意的助力考核，应该做的。然后和我们大家一起共同成长。哎呀，那我们应该赚，客气。完蛋了，真的突然有点难过哎。还有一集，慢慢哭。哎呀，可不能，这上来今天录不了，可不行。对不起。我们后面还要考核呢。对，考完再哭。对，师姐真的非常感谢我看节目播出，师姐说着，哇一下就哭了。嗯，刚才看你们3个走进来，我就受不了了。是不是？我先回避一下好不好？不要，你坐在这里。哎呦，哎，这不行。完蛋，怎么办？这一下子是有这种，我不该提，是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是舍不得你们。对，我们也舍不得你们。那我们期待一下第2季。没发生，啥也没发生。
感谢师姐对我们的真情表露。那我们就带着这样的内心的感动，然后一起来完成我们最后这一次的录制。就像刚刚教员说的，因为最后还有一场最终的一个考核在等待着终极考核学员。对，因为我们在上一次考核中啊，咱们飞行团的每个成员都通过了800个飞行值的分数线，所以他们都顺利了编入了我们荣誉的机组，获得了这个直飞特殊航线的资格。所以我们今天也迎来了首个特殊的航班任务。今天要选出本次荣誉航班的机组成员，开启一场争夺荣誉的考核。这一次呢，希望我们飞友团呢能深入的参与过来，然后共同的完成我们对荣誉航班的机组成员的推选。然后我和2位师姐呢会负责上半场的3个考点，需要我们飞友团呢来以演绎等形式呢辅助出题。下半场呢是关于 CRM 管理能力的2个考点，邀请你们作为主考官来负责2个考点。我和2位师姐呢是在飞行知识方面给予辅助支持。好，没问题。那我就把相关资料分给大家吧。好的，好，咱们分一下。小齐，我的。哇哦！清爽带感，活力拉满。本节目由气场全开的纯水乐苏打气泡水联合冠名播出。本节目由优雅态度真我个性浪琴表康卡斯潜水系列 GMT 腕表赞助播出。芒果 TV 官方合作号卡，动感地带芒果卡，带你解锁蓝天之旅。哎呀，教员师姐，你们在研讨什么呢？这是秀刚才说想听男的，我要挑战，我要挑战。还没开始考核就要挑战了，不错，今天状态不错。好，在上一次考核当中呢，咱们青春飞行团的所有成员都过了800分的飞行值，都顺利了编入了我们的荣誉机组。所以呢，我们今天就要选出执行荣誉航班的机组成员，开启一场争夺荣誉的考核。我们首个飞行任务，厦门飞北京的航线。北京，因为厦门飞北京啊是咱们厦航开通的第1条航线，恰逢今年呢又是厦航成立的40周年，所以我们要执行的是40周年的荣誉航班。还有另外一个更深的意义是要护送平安飞行一生的退休的机长代表们到北京，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哦，鸡皮疙瘩起来了，非常激动，这一定会是我一生中最荣耀的事情之一。能够亲自直飞飞机护送老机长们，何其荣幸！我一定要成为荣誉航班的机组成员，能有机会护送一批荣誉退休的老教员，对一名飞行员来说是十分有意义的。那我们本次的荣誉考核呢，分上下2场，上半场是飞行知识及应用的考核，飞行知识及应用。对，下半场呢是对 CRM 管理能力的考核。下半场每个考核结束，主考官将对参加考核的人员进行打分，分数最高的人将获得本考点的推选，最终获得推选最多的人就会成为本次机组成员的副驾驶、观察员的资格。明白。上半场呢，我和2位师姐呢，每个人负责一个考点。韩教员负责主考核不安全事件分析，小师姐这边呢负责情景案例问答，我这边呢是下降规划。大家就结合自身的优势来选择自己想要考核的点，每个人只能选取2个考点来参加，这个难度可能会比较高，这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挑战。我主抓的肯定就是情景还有不安全事件，是挑战，但是我其实挺想去尝试。我有信心，我想好了，我是最优秀的。然后岳阳呢是不参与到我们本次的机组成员的竞争了，但是我相信大家伙也肯定是离不开他，所以我建议岳阳可以作为咱们4个人的陪考团。现在开始，加油，加油！哎，说起来这是最后一次集体考核了呀，咱们一起用纯水乐苏打气泡水给自己打个气吧。好啊，希望我们考核都能超常发挥，不留遗憾。虽然我主打一个陪伴。嗨，过程才重要，不管结果如何，
我们都要保持这种清爽带感、活力拉满的状态，享受飞行，享受生活。来，干杯！好的，一起加油！加油！爽！哎呀，玉婷来了，请进，请进，请进。师好。你好。啊，依林来。有点紧张。本场考核是不安全事件分析的考核。全世界民航的发展史是一部血泪史。如今的安全也是建立在全球大大小小的不安全事件之上，对它们进行分析，能够更好地发现运行中的风险点，规避风险。这也是我们 CRM 管理中威胁与差错管理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接下来我们其实是模拟一次飞行事件调查。我先介绍一下规则。我们是不安全事件的当事人，你作为调查小组的飞行员进行提问调查。我们会共同讲述本次不安全事件的2段经历，每一段经历讲完后，你可以向我们提出3个问题，获取有效信息，最终根据调查的线索推测还原事故原因。那现在我们开始事件调查。那首先我们分享第1段经历。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客。我是一位有12000小时飞行经验的49岁的老机长。我这次直飞的是国内航线直飞航班，也是我们比较熟悉的一个航路，没有什么异常就开始登机了。在晚上18点12分，飞机也如往常一样顺利的起飞了。奇怪的是，起飞的时候，机长广播的声音和飞行前协同准备会议的时候声音不同了。起飞12分钟之后，航班爬升到了24000英尺的巡航高度了。飞机突然一声巨响，驾驶舱内的主警报也开始响起了，飞机内的传感器也检测到了机体受损。客舱也是传来了一声巨大的爆炸声，然后氧气面罩就全部掉下来了。当时感觉到耳朵有点疼，机舱预录的广播也响了起来。广播说我们现在紧急下降，要大家戴好氧气面罩，系好安全带。我好害怕，赶快把氧气面罩放上来。起飞16分钟之后，我的飞机已经无法控制了。管制建议我飞到距离目前72海里的 A 市进行迫降，但是我果断拒绝了。我必须要返回起飞机场进行迫降。起飞后23分钟，我向管制汇报了机体后服务门损毁。以上就是第1段经历，然后你可以提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想先问一下，机长做广播的时候声音有不同？我要问的第一个问题是机长广播的声音不同，广播声音的不同。因为在准备会的时候我是机长，所以我进行了一个协同准备。然后今天带的副驾驶它是一个左舵的副驾驶。那像我们的一般的这欢迎词机长广播都是他想来练习，所以就让他来广播了。所以这个时候声音听上去就有些不同了。所以说就是相当于这个航班是您坐在右座去。对的，就是没有非法的情况。对，并不是说精神状态上的这种不同。机长，能麻烦您跟我说一下选择备降场的思路吗？您为什么会选择要回起飞机场，而并非去 A 市呢？是因为 A 市的天气不好吗？不是，因为 A 市的跑道稍微短了一些。我的这个机型A 市不太适合进行迫降，还是返回起飞机场是最合适的。发生爆炸声是由于大型鸟类撞到了后球门，导致我们机体受损，从而进行紧急下降吗？地面准备的时候一切都是完全适航的，也没收到相关的鸟群通告。没有鸟群通告，这是怎么来的呢？飞机无法控制它具体情况是怎么样？你们有先初步的判断，
这个无法控制的原因吗？飞机的工程师啊跟我汇报了一件事情，他说现在液压系统的压力啊开始下降了，然后已经失去了液压系统。就虽然我在尽力的操控飞机，但是飞机它的动作面没有反应，感觉成了一个摆设，也无法控制飞机的航向，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飞机出现这种情况了。第3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在起飞之后第12分钟就已经产生了一声巨响，然后机体受损了，然后在第23分钟之后我们才发现的是后服务门损坏。因为当时啊飞机的液压系统正在下降，然后飞机慢慢就失去了液压系统，然后飞机的升降舵呀、副翼啊基本就不听我的指挥了，所以那个阶段我一直和副驾驶在试图控制飞机，所以一直也没有时间和机会去跟管制报告这件事情。完了，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是能相信机长还是相信乘客呢？这是一个问题吗？那我问乘客。好，可以。客舱有没有观察到一些不正常情况，尤其是后半部的？哦，一声巨响发生的时候，我往后一看，天花板都掉下来了。飞机的天花板掉下来了。飞机的天花板掉下来了。就是在爆炸声之后，那时候耳朵也很疼，然后大家就是，反正隐约看到了，好像是后舱的那个天花板好像是掉下来了。哈哈哈，哈哈哈哈，什么玩意儿？怎么了？怎么了？怎么了？是谁？很难。那我们接下来就为你继续分享一下第2段的经历。客舱的乘客，氧气面罩中的氧气快要用完了，有些乘客已经出现了缺氧的情况。我呢就想让飞机的高度紧急下降一点，可是机长呢没有做出回复。事后我听说到的这个调查的情况，我们航班在起飞后的28分钟之后，管制为航班准备了特定的无线电频率，但是呢，我们的航班无人回应。等了一会儿之后，塔台收到航班失控的声音。我感觉我那时候坐飞机呀，好像坐过山车一样，一下往上冲，一下往下降，然后又左右的摇，非常恐怖，太吓人了。事后也有调查组进行了调查，称机体后服务门呢并没有破损。调查呢也查看了当时飞机的维护档案，发现这架飞机在7年之前发生过一次意外的事故。当时由于飞行员操作失误，飞机在降落时候呢姿态过大，导致机尾触地，造成了机尾和压力舱壁被破坏。事后啊，我在山区的一个亲戚，他告诉我说，他竟然有拍到我们那一架飞机耶。你看一下，就是晚上18点24分的时候，18点24分，起飞后12分钟发生巨响，747。现在就梳理一下第2段经历，然后提出3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从我们出现失压一直到飞机氧气已经用光了，这么长时间为什么没有下高度？因为飞机的液压系统已经失效了，然后飞机一会儿俯冲一会儿爬升，其实高度一直不稳定。我看这张照片上下边上这个红色的是火光还是它的什么偏闪灯啊等等这些？不清楚。这个飞机之前是出现过一次这个擦尾鞘事件的，对吧？对。那么就是有没有按照这个正常的这个工卡去执行修复呢？当时维修过程当中呢，还是有一些纰漏的，要求是将3块板连接的钉好在一起的。后来呢，它只用了2块板。请问这个一声巨响，它有伴随什么，比如说火焰啊，或者什么除了巨响之外的这种特殊情况？那个没有。这样，您在直飞这个飞机之前，有没有分析过这个航班的风险点？比如说天气、飞机都是正常的，也属于和往常一样，都很顺利，都是适航的。对，都是没有问题，全部都是适航。
啊，我想问一下10乘客，您在客舱里面还有看到什么其他特别的情况吗？一声巨响发生的时候，我往后一看，天花板都掉下来了。天花板掉下来。为什么机长在客舱叫和塔台叫没有回复？过一会儿之后才回复了客舱和塔台。其实当时我也听到了空中管制部门对我们这提的一些换频的要求啊，也一直在喊我们，但是我们当时的确是太忙了，因为飞机难于控制，而且我的副驾驶也是一起在控制这架飞机，几乎都腾不出手来去答复我们的管制了。咱们驾驶舱内有没有什么数据的波动，或者是失压情况？有没有哪部分主注意灯还亮？当时是失压了，这是很明确的。然后飞行工程师他说飞机失去了液压系统，其他的我们也都是一直在排查吧。那这个导致我们紧急下降的这个机体受损，后续调查是哪部分受损？哎，你问了一个好问题，的确是在出现爆炸声的地点的附近呢，发现了飞机丢失的部分的垂直尾翼。然后垂直尾翼右侧外面上呢有一些黑色的一些物质，经过判断它是液压油。垂直尾上沾着液压油。2段经历和提问都已经结束了，你就梳理之后尽可能的还原事情真相。可以，好吧，那我就直接开始吧。我认为其实就是因为我们的机务对飞机的维修标准达不到，因为之前有出现过这个擦尾壳的情况，正常是使用3块板，但是我们只使用2个金属板去进行修复，导致的机体的结构强度不达标，出现金属疲劳，产生了爆破性失压。这个爆破性失压呢，也导致我们的这个液压的这个系统受到了损耗。另外，根据这张图片呢，我也能看到一些信息，就是襟翼跟起落架应该都是放着的。从这个位置，我们能够看见襟翼是打开的，然后这个位置也有起落架在展开，包括前缘这个位置也能看到个大概。垂尾这个位置看不太清，它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从这张图片的话，我甚至有点怀疑说我们飞行操纵这个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垂尾也会有一些关系？因为爆破性失压的这个位置发生在我们尾鞘的这个附近，有可能会对我们这个垂直安定面可能会造成一些损伤，所以导致我们对飞行操纵可能比较困难。整体的似乎就是这样。我判断造成本次事故的原因是由于我们的飞机自身的原因，其中有比较可疑的点就是7年之前的这个擦机尾导致的这一条裂痕的损伤，它可能在7年之后由于修补的老化导致压力舱再次爆开，同时它这个爆开的压力影响到了我们的货舱和轮舱。从照片上面，它这个轮舱的位置发现它有红点。那这边我是有推测，可能是这个轮舱受到了巨大的损伤，导致液压油也破裂了。破裂了之后，液压油漏光，然后造成了飞机的操纵系统失控。这边就是我的结论。原因就是，7年前由于一次意外导致机尾和压力舱破坏，它可能是修好了，但是太久了，然后没有维修。然后压差控制有问题，才发生了这个爆破失压，导致的这个机体算是一个空中解体嘛。垂尾上沾有液压油，就等于破损的机身的那一个部位，垂尾脱落，导致液压系统压力下降，升降舵和副翼呈摆设，所以才导致了飞机是无法控制的。那现在我就来公布一下事故的真相。起飞后12分钟，飞机爬升到了24000英尺的高空，曾维修过的机尾部分，由于金属疲劳发生了爆炸性的破损，机尾顶部呢出现了一个直径约1.5米的大洞。此时机组并不知道飞机的垂直尾翼呢已经脱离了，液压系统破损，管道漏油导致整个液压系统失灵。而飞机的高度呢和方向的控制呢，都依靠我们的液压系统。随着液压系统失效，导致飞机基本失控，
最终呢，飞机就在一个山区附近坠落了。这就是我们的事故的真相。那本次考核就结束了，现在呢，你就可以离开考点。我们会在上半场所有考核结束之后，再统一公布考核结果。好，谢谢。好嘞，谢谢郑总，谢谢。一会儿见。我们现在需要为刚才的几位学员打个分。大家觉得他们刚才3位表现的怎么样呢？各有所长。我觉得玉婷呢听得非常认真，然后她一直在记录。你看她这个本上她记了很多的信息。是的，她思考很全面，然后她在想问题的时候也是想得非常谨慎吧。然后秀呢，我觉得秀她问的问题也是比较好的。他能直接问到这个调查结果。你看她这上，她直接，她就一直在这个画圈，哪里搜索了，她一直打个问号。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信息，然后她就得到了。然后仁哥呢，的确也很有经验，他是我们这里边看图片看得最认真的一个。他对图片的解读也最多。对，所以那我看我们这个组就可以推选。秀儿来了，小董来吧，请坐。该我第一个考了。Hello， 两位考官好。Hello， 仁哥，你好。来我们这里了，我们不会让你绝望。我不要。本场考核是一个情景案例的问答。情景案例问答。日常的工作学习里面，我们会对飞行案例进行研究和学习。那这不但可以提高飞行员的情景意识，还可以提高飞行员的综合素质。接下来的考核，我们会讲述一个由国外的飞行案例改编的故事。我们的俊成会来讲述还有演绎整个情景案例。在讲述的过程中，我会随时提问一些和故事相关的专业知识的问答。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准备好了。好，现在开始你的考核。现在俊成会给我们声情并茂的来展现这个情景。声情倒没有，并茂呢也没有，我们是主打一个真诚和随意啊。我为了让你们更好的了解，我作为灵魂画手，我给你画了一个图，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让你们更难答一点？我觉得其实我已经从你的图上判断出了一些消息。OK， 还真是，那就行了。来吧，那就开始了啊。有一天，一架满座率为95%的飞机起飞了，在起飞爬升阶段一切正常，但没有想到这个时候机长呢突然要去了卫生间，啊，这时候机长说：“哎呀妈呀，太难受了，我应该在上飞机之前就去个厕所。”到达巡航高度之后，机长接通了自动驾驶啊，然后解开安全带去往了洗手间。机长就说：“那个副驾驶啊，你给我看着点哈，我去个卫生间，马上回来。”好，第一个问题，请听题。机长在飞机达到巡航高度之后解开了安全带。那我们都知道安全带和肩带在飞行中的重要性。现在请你回答出标准操作程序中安全带和肩带的使用要求有哪些？安全带在整个飞行过程中，只要在位就需要系好。然后肩带的话是 SOP 的4条，第一项是飞机依靠自身动力在地面移动，第二项是1万英尺以下，然后如果是高原机场的话是1万英尺 FE 以下，然后中度含以上颠簸区，还有 QRH 要求。如果我们人员不在位的时候，需要把安全带扣好，防止我们如果需要紧急情况撤离时阻挡我们的逃生路线。好，飞行机组成员在执行飞行任务全程系好我们的安全带。然后对于肩带的要求是不一样的，肩带的要求的话是在当我们飞机开始借助自身动力开始移动的时候，我们就要确保我们是系好的。然后在1万英尺以下，如果是高原机场的话，应该是1万 FE 以下要使用肩带。进入中度或者中度以上的这个颠簸区，然后包括这个非正常检查单有指明说需要接通的情况。然后还有就是我们无人就座座椅上的安全带和肩带给它系好来，然后避免它影响我们的操纵或者说是紧急撤离。
第二段。好，非常好。第二段啊，哎呀，这个机长啊，上完厕所之后呢，从厕所里出来了，然后回到了这个驾驶座位，不料刚落座的刹那间，飞机的玻璃碎了。此时机长呢还没有系好安全带哦。这个时候，机长的上半身被瞬间的吸出到了舱外，身体刚好触碰到了驾驶推杆，然后呢，飞机就一头的栽了下去。自动驾驶呢也因此解除，情况10分的问题。第二题是一个开放性的题目，如果你是副驾驶，此时你会如何处理？就是首先我得戴好氧气面罩，因为现在风挡碎了，现在是失压状态。然后控制好我的飞机状态，系上我的肩带，然后座舱高度警告后快速试驾，还有紧急下降检查单这个机翼项目，然后立即下到最低安全高度或1万英尺，以较高轴为准。然后我们会找一个就近合适机场，然后全落地。和 ATC 联系，选择一个备降场领。然后需要叫人把副驾驶救回来，然后按照那个机组失能的原则去进行一个补位。在下降过程中，我会报到一个 Mayday 报，然后同时有余力的话，我会把我的机长给拉回来，或者是把我机长从驾场挪开，起码让他不要影响到我的飞机操纵。飞机到达巡航高度，我会让乘务长巡视客舱，然后另外需要1名乘务人员，然后将机长移出驾驶舱去救治。好，第3题。定期检查和维护风挡玻璃是确保飞行安全的重要环节，包括清洁、检查划痕和裂纹等。现在，请你回答：风挡玻璃破损出现在哪层时需要戴上氧气面罩？内层。内层。内层。好，接下来是第4题。飞行组如何确定受影响的风挡玻璃哪一层有裂纹或破碎？就是把那笔放到那45度，然后我们可以随着这个就是去晃动自己的视线。假如说它的裂痕随着你的头部移动而移动，它在外层；如果要是不晃的话，它就是在内层。好，第5题，因风挡破损，戴上氧气面罩开始下降后，机舱压差等于或小于多少 psi 时，可脱下氧气面罩并解开肩带？小于2。哦，那个检查单里的2 psi 是吗 ？psi 是吗？我只知道1万英尺我可以摘氧气面罩，这 psi 我还真不确定。这个题不会，这个题真的不会。那就过吧。那我们开始第3题。好，哎呀，几乎同时呢，副驾驶呢发现了情况，紧急控制住了飞机，戴上了氧气面罩。驾驶舱的观察员赶紧拉住了机长的脚。机长，你坚持住啊，千万不要有事儿。随后，副驾驶向空管求救了，并挂出77洞洞紧急代码 ，Mayday Mayday Mayday， 职场852栋，我们的风挡破裂了，现在呢进行紧急下降。但驾驶舱呢严重失压，风声过大，根本听不到空管的语音对话。好，第6题。机舱失压时，副驾驶立刻戴上了氧气面罩。现在，请你回答：飞机应急氧气系统包含哪几个部分组成？一个是驾驶舱的那个应急氧气系统，还有一个是旅客的氧气系统。然后另外我们飞机有配备这个便携式氧气瓶，好，驾舱氧气、客舱氧气和便携式氧气瓶。就是驾驶舱的，然后客舱的，还有我们的便携式氧气瓶。便携氧气瓶压强是1800帕，然后120公升，然后用于行走的话是2公升每分钟，可以用6分钟。稍等，同学，我们答重点就可以了。就是可以了啊，可以了。第7题，驾舱失压后，副驾驶申请紧急下降，请问紧急下降的记忆项目是什么？1、宣布紧急下降。操控飞行员通过旅客广播系统向乘务组宣布需要进行快速下降，监控飞行员向ATC报告并取得当地的高度表波正值。2、旅客通知开。3、
立即下降至最低安全高度或1万英尺，以较高者为准。4、发动机启动电门双发连续位。5、推地手柄双发，推地减至最小或根据防备需要使用。6、减速板飞行卡位。7、将目标速度调定为 VMO、MMO， 如怀疑非结构完整性，应尽量限制空速，并避免机动载荷过大。舱后飞行员通过旅客广播系统向客舱乘务组宣布即将进行紧急下降。经过飞行员向 ADC 报告，并取得该区域的高度表停值。然后是旅客通知开，立即下降1万英尺或最低安全高度以较高度为准。然后是发动机启动电门双发连续位，推地手柄双发减至最小或根据防病需要去使用。然后减速板飞行卡位，限制速度为 MMO 或 VMMO。然后如怀疑飞机结构的完整性，尽量限制速度以避免机动载荷过大。好，我们开始第4段吧。好的，瞬间失压，极度低温，严重缺氧，每个人的状态都处于一个极限艰难的情况。副驾驶在极度艰难的情况下控制油门，并将飞机下降到安全高度。通过刚才一系列的紧急操作，大家都体力不支了，但观察员始终抱住机长并未松手，直到内外压差变小。机长回到驾驶舱内落座，才松下了手。此时，机长因冻伤导致失能，导致了失能。副驾驶再次与空管联系，准备迫降。M 式塔台直场85两洞，因机长失能，我们落地后需要占领跑道，请救护车、消防车就位。但是呢，飞机因航线较长，添加燃油较多，此时剩余的燃油较多，超过了最大的着陆重量。副驾驶只有1个人在飞，没有人帮助他。副驾驶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压力的情况下，决定超重着陆，最终成功备降。好，第8题，机长因冻伤导致失能。那么请问，飞行过程中如遇到紧急情况，飞行员能力丧失如何界定？能力丧失如何界定？如果一名飞行机组成员对于检查单他没有回应，或者是2次对他进行一个提问，他没有回应的话，可以查明原因，可能是能力丧失了。比如说起飞的时候喊话80的时候，然后他那边没有回答检查，包括进京过程中500尺的时候也没有得到喊话提醒。如果我们发现任意一名飞行机组成员没有合理遵守 SOP 还有飞机的标准口面，并且对其他机组成员的质疑没有什么反应，我们就可以合理的怀疑他出现了部分的飞行员能力丧失情况。然后还有就是飞行员身体不适的话，他应该主动的去告知他的其他的机组成员。最后一题，机长失能后，副驾驶只能独自完成飞行。请问机长能力丧失之后，机组应该如何处置？也是 SOP 的。3个阶段。对，你就详细一点吧。好，详细一点的话就是，第一阶段是飞行航径控制。我先捋一捋再说。控制这个很长，我怕我说漏。控制、自动、检查。3个阶段，第一阶段是飞行航径控制。就是当这个飞机出现了一名飞行机组失能的情况下，另一名飞行机组成员应该立即接管操纵，并且喊话我操纵，接通自动驾驶和自动油门，检查好的飞机的一个航径和一个状态，向 ADC 宣布紧急情况。如果需要的话，申请一个平飞或者是等待，向客舱乘务组寻求帮助，将失能的飞行员的座椅移至最后，安全带和肩带给它固定锁好，避免它影响我们的飞行操纵。如果可以的话，也可以把它移至驾驶舱外。第一点是控制飞机的正确航径。1，我们需要立刻接管操纵，并大声喊话我操纵。2，
坐下说吧，有点紧张了。坐下说。2应尽量保持自动驾驶和自动油门的接通。3检查我们的飞机的数据，还有我们的剖面航径是否正常。今天我会通知塔台，报告 Mayday。如果我们有需要的话，可以申请平飞，还有等待。其次呢，我还要去跟我的乘务组进行沟通，将能力丧失飞行员的座椅角度调到最大。使用安全带和肩带将其系紧，防止其影响我们正常的飞机操纵，或者将失能的飞行员移出驾驶舱。然后第2部分就是规划后续的飞行计划。第一个应该就是补充我们的飞行机组成员。机长失能的话，我们需要找人补位，按照飞行技术标准的从高到低来补位。如果是副驾驶失能的话，就是由机长指定机上1名人员、1名飞行组成员担任副驾驶。通知我们的乘务组，在机上寻找医务人员，对我们失能的飞行员进行一个救助。就近合适机长着陆备降。就近合适机长的选择的话，应该是机场的天气和我们可以使用的进近方式。驻航的设备，包括跑道的长度、跑道的宽度，还有这个消防的等级，还有医学的这个相关水平。然后我会选一个我比较熟悉的机场。然后报告 ATC 的时候，你可以去申请一个优先着陆。通知客舱我们后续的备降方案，让他们提前做客舱准备。然后第3部分是进近和着陆。第一是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就申请雷达引导，然后让他帮忙监控我们的位置。尽可能的也要去尝试着使用自动落地去执行这个航班。然后如果使用自动着陆的话，要把这个决断告诉我们的 ADC， 然后留足时间进行我们的一个飞行各阶段的程序的检查和准备，然后申请各种相关的保障措施吧，包括这个救护车、消防车也好，还有拖车也好，因为我们落地之后是不能滑行的。好，现在考核结束了，你可以离开考点，然后上半场的考核结果会在所有考核结束之后统一公布。好的，好的。谢谢小师姐，谢谢俊腾哥，谢谢小师姐。我们的场考完了，我们可以休息一下了。那你想，我们这组要推荐谁啊？从那个回答问题这一块来说，其实小董和龙龙他们回答的都很好。他们俩的答案其实我在旁边听着的哈，其实他俩的答案几乎是一致的。对。然后就是可能就差那么几句话的这个很细微、很细小的地方。对。人歌的话，其实我觉得人歌属于实战性的，就像我们演员一样。没错。但是我觉得只能选一个人，没有办法，就是我们要从各个维度上择优选择。2个我都想选。请进。Hello， 3位考官。你好。你好。Hello， 考官，我进来旁听一下。好。老师好，师姐好。你好。丽婷，请坐。真有30张图啊！对。所以你现在准备好了吗？现在也没法退了。来吧。我做个深呼吸。好，我准备好了。接下来你要面临的考核就是下降规划。一会儿会进行一则新闻播报，你需要认真注意听取它播报的内容。好，有请我们2位新闻播报员开始今天的播报。好，准备。各位记者，下午好。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张智霖。我是主持人王敬轩。现在我们进行下一则的新闻的广播。一架由长沙飞往上海的航班，载着100多名乘客前往上海享受美食。因为当天天气炎热，极容易上火，其中1名刘姓男乘客就上火了。空乘，我要换位置。我旁边这个人一直在咳嗽，这样子会交叉感染的。我必须要换个离他远一点的位置，麻烦。哎，
我咳嗽是因为空气干燥，有问题吗？你不要小题大做好不好？我必须要换位置，我的健康和安全是最重要的。万一传染我，整个机组我都要投诉。之后，乘务组为该男子更换了靠前排的位置，但该男子提出自己需要换成更为宽敞的头等舱位置，遭到乘务组的劝解。邻座乘客也开始吐槽。那有些人就是为了换到头等舱才故意装成这个样子，我觉得这种人就应该直接把他拉黑。结果两人在10000米高空直接开打。机舱广播播报飞机马上要备降杭州机场，两人都无动于衷。由于华东地区大范围平流雾，能见度很差，跑道视程500米，除杭州之外的周边地区均不满足降落的条件。本来预计在上海降落的航班，临时决定备降杭州。飞机顺利在杭州备降后，两人也因为持续的骂战，跨省被警察带走。所以天气炎热，大家多喝纯水乐，不要太上火了。不过机上的乘客都表示，这次的落地非常的颠簸。这机长怎么开飞机的？我要投诉他！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再见。再见。听完这一则新闻播报，你就模拟这是一次真实的航班，从上海决定备降开始到杭州，首先你要做的就是选出正确的航图，完成这么一个下降进境规划以及进境简令，请开始你的考核。好 ，OK。杭州。刚好龙龙找的时候，我再给王哥和志林哥解一下我们这个下降规划和进境简令。进境简令就是两个人之间沟通好，我们今天在巡航，我们在飞机下降之前，我们一会儿怎么个下降方法，大致分成3个阶段了。从巡航到机场范围，这算一个阶段；从机场范围怎么到落地，这算一个阶段；从落地之后怎么滑行进去，这都是一个阶段。我们就要说好，今天我们有什么风险点，比方说厦门虽然是单跑道运行，那我们前后机的间隔就会比双跑道的要稍微多一点，宽窄这些。哎，对，前后机的间隔距离非常多的内容需要进行沟通。龙龙现在在做的就是在沟通之前，我们要确认好今天是用哪几张航图，是用哪一个方向进场，他需要在这么如山的航图里面找出来正确的那几张。其实，在我们看来，这些都一样。对呀，每一张都一样。我也是一样的。找好了。你这么快找好了？杭州就一条能用2类的，所以就比较快。嗯。跟我对一下航图编码2Romeo 动物，4查理5阿尔法和2A2 B。4查理5阿尔法，2 Romeo 动物，2阿尔法2 Bravo 证实。我觉得很厉害。首先从故事里我们可以得知，我们是长沙飞上海机场。我的核心点是得到了这3个，首先就是我们天气不怎么好。我们选择了备降杭州，旅客是有冲突的，机上是有个激闹的行为，也可以算是一个风险点。第3个呢，落地很颠簸，这有点就可能落得比较重一点吧。就是在我说进境简令之前呢，我先说下这些风险点。首先是备降嘛，天气不好，我们去杭州实行的是2类的运行。2类运行的风险点分为机场、机长和飞机。飞机的话比较简单，就是我们飞机的设备要满足我们的2类运行的条件。然后机场的话，我们的灯光要满足要求，天气是要满足要求的。顶风25节，侧风15节，顺风10节。道面的话，我们是不得低于5。滑行的话，按照这个第2件滑行图去准备。对于机长的风险点呢，首先从个人层面出发，机长他是否满足我们2类运行的要求？
就比如说我们今天的 RVR400，如果它是一个新机长的话，它可能不满足了。CRM 的分工，在低能运行的时候，机长一般是目视寻找参考，然后决断着陆复飞。PM 的话，它一般是一个对飞机进行一个监控和提醒，这是一个分工。好了，开始听不懂了。对，说外星语啊。开始了。简历的话，我们就从第一部分开始做起，因为我们现在是从上海备降到了杭州。M1项目有没有？通告有没有？这些我们都没有提供。你有提到这个是非常重要的点。然后天气的话是一个2类天气，我们进行虹桥的话就是 RVR500是已经小于550了，已经是没有办法使用了。首先我们是进行是一个双通道自动驾驶，定的满足要求就是2部切入航向收到2类的进行许可，我们2类一定要跟管制部去报。出现了 3D 方式和 flare 越位的时候，你要跟我报。好的，我来监控。如果有500英尺的时候 flare 未越位的话，我们是要复飞的。在400 HL 的时候，岸地面会自动配平，你要跟我报。滑行因为它是低能键运行，你一定要监控好我们的方向，及时喊话偏左或者偏右。好的，收到。2类运行，我们复飞就是直接按右透开连门。这是我们自动油门已经增加至我们的复飞推力，然后这是我们的透考方式显示。飞机经查理5脱离后，沿过头吊车211后再次进近，注意航迹的保持，有可能进行上8混，连续3个灯光的一个组合，或者可以进行变化器，我们是有可能进行一个长时间的等待的，所以我们要判断这个流量是否满足。龙龙思路都是很清晰的，从头到尾，虽然有点小紧张，但是很全面，所有的程序都做得非常好。那怎么能说出那么多话呢？不行，真的太厉害了，太复杂了。所以今天复飞锦衣你会怎么选择？什么时候收光节？3000英尺以后收光节。那如何满足最大复飞2动5这个限速？2动5限速。杭州这边军方活动是比较多的，我会在转弯之后我再进行一个增速。增速收紧1。刚刚这个信息中还给到很多其他的信息，落地非常颠簸，有可能就是落得比较重着陆，就这样机务检查一下落地之后。这个小细节你也关注到了。师姐，我这边进点零完成了。好的，谢谢龙龙你的表现。谢谢师姐，谢谢3位考官。我也走了。好的，拜拜，拜拜，待会儿见。玉婷，你的考核就现在开始了。这样，杭州。师姐，我确认一下，他刚刚的那个只报了一个 RVR 500米，是没有风向风速的这种报的。OK， 我没有漏。这是离场的进场图。如果不是用 INF， 直接用雷达引导，也有可能用 Yankee 的 Cat 2，这张也可以拿的。其实，如果需要换 MP 的话，师姐，我这边航图分的2个部分，一个是我主用的正常一个简令第一部分首先用到的航图，然后我还找的一些航图是。如果有特殊情况，比如说我需要换跑道，或者是我设备降级，如果我在备降过程中有时间的话，其实这些东西我也会去看一下，分成2个部分要的图。好的，你今天选择的那几张唐图跟我对一下吧。好，进场图是4查理，进境图是5阿尔法，真实。机场图是2阿尔法，停机位置图2 Bravo， 地面活动图。2 Romeo 动5，真实。现在我是这个航班的机长，华东地区大面积的平流雾，导致我们的目的地机场上海是没有办法去着陆的。杭州现在是符合我们进境的条件，确定杭州那边启用2类运行，并且我的机载设备和我的人员的需求，还有杭州目前机场的环境设备运行条件，所以我现在决策是到杭州去进行备降。直接进行简定部分吧。首先是第一个部分，
我先查看飞机有没有 MEL 保留项目，天气情况符合2类运行的条件，并且符合我们过去可以着陆的接地端跟中间端的着陆条件。航行通告着重检查一下最近有没有对机场的这个设备的维修，或者是动6号跑道有没有其他的情况，避免去杭州备降的风险点。在整个进境的过程当中，持续的保持对飞机的监控，然后我会跟我的 PM 商量，我作为 PF 来操纵这个飞机，我监控这个仪表，然后监控数据，并且来做复飞的决断。你来帮我查找外面的目视参考。在地面运行的时候，机长一般是目视寻找参考。你来帮我查找外面的目视参考。然后我们2个做好配合，一起预习一下双通道复飞程序的动作。按压托卡电门，它是会帮我们自动复飞的，然后自动油门会自动的前升。整个进境过程当中需要复飞的情况，包括我们复飞起来的预案、人、飞机、场地。人的因素的话，我会继续和我的副驾驶商量一下。肉的情况，请你严厉的去执行我。阿尔法是 Octo Super Hotel Charlie 412，进出航线外等待程序运行，最低安全高度杭州萧森228重点处，还得做好注入程序。玉婷和龙龙在只听到跑道失程的这个信息的第一时间就决定了是用2类盲降的，理论扎实程度都是令我震惊的。玉婷考虑了天气好转之后的一些情况，下降进境准备这一块基本上没有说遗漏的项目。我提个问题，就是关于复飞锦衣，你会怎么选择？复飞转弯的最大限度是205节。所以说你会什么时候增速收锦衣？最好是在我转向西边之后，因为如果我往北飞的话，转弯的半径可能会过大。好的，谢谢你的考核。谢谢师姐。很厉害，很厉害，太精彩了。谢谢。一会儿见。一会儿见。我刚才看就是龙龙跟玉婷的分别，就是玉婷很仔细嘛，慢慢就是想好一边说一边念一边在挑，然后龙龙就很潇洒的啪啪啪啪，我觉得对啊，很像他们的性格。因为龙龙是已经知道今天这个场景下他用的就是只有这几张图，所以就只拿了这几张图。玉婷是知道这个考核需要这几张图，然后他还做了我们今天这个备降之后再的一个 plan 会出现的 C D E F G B C D。于我个人来说，稍微有点思绪过滤，但是能够这样考虑也是没有问题。其实就是我们支持这样，也鼓励这样，都可以，就是每个人的选择，不相伯仲。对，所以最好的还是要交给你。对。毕竟是考核，还是得要评出一个分数。最终我给到玉婷。龙龙，我给他打的是走吧，走吧，去复盘一下，公布一下他们上半场的成绩。对。完了，到最紧张的时刻了哦。那经过上半场的3场考核，大家表现的都很出色。然后根据大家考核的表现，我与2位师姐啊，还有这个飞友团的成员们，都通过讨论之后呢，进行了一个打分。现在每个考点的考官公布一下大家的表现和得分的情况。那我请师姐和小师姐介绍一下情况吧。我这边的战况非常的焦灼。我们这边的考核的内容呢是下降规划，龙龙和玉婷这2位，我是觉得已经在下降进境准备这一块，所有的程序、所有的覆盖面都做得非常好，已经是达到100分的了。大家的反应都非常的迅速，所以我只能说你们有遗漏哪一项，我来进行相应的扣分。直接公布答案，就是龙龙这边是有1个扣分项，得到95分。然后玉婷这边是
有2个扣分项是得到90分。那如何满足最大复飞2动5这个限速？关于复飞锦衣你会怎么选择？所以说你会什么时候增速收锦衣？差的这5分是因为玉婷出现了一个程序上的错误。我作为 PF 来操纵这个飞机，我监控这个仪表，你来帮我查找外面的目视参考。在定人运行的时候，机长一般是目视寻找参考。玉婷说的是正常的航班中的确是监控的那一个飞行员来找目视参考，但是我们今天这一个是2类运行，2类运行的话就是机长来做出最终的这个决断。它就扣在这儿了。对对对，我只能是鸡蛋里挑骨头了。我这边还是恭喜龙龙，谢谢。那我来讲一下我们组考核的情况。我们组3位的回答都很棒，基本上都是一个接近满分的情况。特别是小董，特别让人震惊，他的那个回答的顺序都和手册是一模一样，就是人体活手册。驾舱失压后，副驾驶申请紧急下降，请问紧急下降的记忆项目是什么？1. 宣布紧急下降，操控分析员通过旅客广播系统向乘务组宣布需要进行快速下降。2. 旅客通知开。3. 立即下降至最低安全高度或1万英尺，以较高者为准。4. 发动机启动电门双发连续位。5. 推地手柄双发。6. 减速板飞行卡位。7. 将目标速度调定为 VMO、MMO。如怀疑飞机结构完整性，应尽量限制空速，并避免机动载荷过大。也就这个。然后我就真的很纠结，很难给你们俩打分，因为龙龙他也是全覆盖。那我就只能从如果你是副驾驶，你会如何处理的那一题开放题来分了一下。要叫人把副驾驶救回来，然后按照那个机组失能的原则去进行一个补位。在下降过程中，我会报到一个 Mayday 报，然后同时有余力的话，我会把我的机长给拉回来，或者是把我机长从驾场挪开，起码让他不要影响到我的飞机操纵。人哥就是2 PSI 这个数值有所遗忘，就是在检查单上有，所以我在这里给你扣分了。我只知道1万英尺我可以瞻仰镜面罩，这 PSI 我还真不确定。这个题不会，这个题真的不会。所以我们这一组大家的分数，成龙98分，董艺林97分，任明伟90分。最后推荐的也是龙龙。好，谢谢，谢谢。我的考点是不安全事件分析。我的3位学员呢，表现都非常出色。给他讲述过程中，他们都能提出有效的问题，事故的原因啊，基本都找到了。你像玉婷呢，她对照片的观察进行了一个合理的推测，她把我们事件的原因分析得非常细。从照片上面，它这个轮舱的位置发现它有红点，那这边我是有推测，可能是这个轮舱受到了巨大的损伤，导致液压油也破裂了。破裂了之后，液压油漏光，然后造成了飞机的操纵系统失控。然后秀呢，他的提问的方式非常好，他通过提问这个事故之后还发现了什么这个问题，直接获得了一个最有效的信息，我们的这个飞机的尾翼脱落了，所以这是最终导致我们事故的原因。在后续调查是哪部分受损？你问了一个好问题，的确是在出现那个爆炸声的地点的附近呢，发现了飞机丢失的部分的垂直尾翼。然后明伟呢是非常有经验的，他迅速的整理出了他的一些思路，而且也猜测到了可能是由于这个尾翼脱落导致的，但是不像秀那么肯定。从这张图片的话，我甚至有点怀疑说我们飞行操纵这个忽上忽下、忽左忽右，是不是跟我们这个垂尾也会有一些关系？所以我们3位表现都非常优秀的。那我就先公布一下我们组的得分吧。我们的秀是得了95分，然后明伟呢得了90分。那么玉婷呢，其实她也是分析到是因为机体破损，但不像明伟或者秀说的这么接近，所以最后才给
玉婷打的是85分，所以我们最终我们组是推选的是秀。同时，我也想说，就是秀，你作为一个刚刚加入航班运行的副驾驶，你真的做得非常棒。其实现在差不多都这样，就是要求高，就代表我们下航整体的高要求、高标准，就是要高要求、高标准。对，好棒哦，都很厉害。那其他没有推荐的学员呢，也不要气馁。因为下半场的考核呢，我们也将会分为2个考点，每个考点呢也会选出1人来推荐，所以大家还是有机会的。这一次远航迎风而上，看晨曦曙光在更高地方。每一次起航迎风而上，追下日海浪，闭上了天空，来去远方，去远方。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关注微博官方账号“初入职场机长季”，一起共享蓝天旅程。上微博搜索“初入职场机长季”话题页，参与节目更多精彩互动。感谢独家社交媒体平台微博，首席合作媒体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独家中文百科合作平台百度百科。上百度搜索“初入职场机长季”，精彩内容尽在百度百科。深度短视频互动平台抖音，指定问答社区知乎，深度短视频合作平台快手，内容合作平台小红书，城市地标裸眼 3D 大屏合作伙伴长沙之星国金裸眼 3D 大屏，成都兰博基尼中心地标大屏，杭州数字双目裸眼 3D 大屏。特别合作扇贝 APP、网易有道词典、智联招聘、前程无忧、途家、智行铁友、百度输入法、WiFi 万能钥匙、美图秀秀。特别鸣谢微博校园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民航大学、西安航空学院、山东航空学院、南昌航空大学、安阳工学院，城市商业综合体合作伙伴万达广场专属练歌房、温莎 KTV。定位合格，定位